穿越斗罗，你成为了七宝琉璃宗的孤儿。好在宗门待你不薄，让你和宁氏子弟一同培养。可惜的是，你并没有外挂和系统，干脆每天躺平摆烂享受生活。谁知宁荣荣这个小魔女突然闯入了你的世界，天天嚷嚷着要你陪着她玩。就在两人日复一日的吵闹中，转眼便迎来了至关重要的武魂觉醒之日。此时你仔细感受着体内的变化，无数道暖流最终汇聚于双掌。你抬起右手，用力一握，点点青光闪烁，虚影瞬间放大，一柄3尺青竹长剑出现在你手中，剑身细长，泛着碧色，更有金色雷纹藏于锋芒之中。你再也无法保持冷静，眼神中尽是惊喜。你的武魂竟是青竹风云剑，那是用万年金雷竹制成的极品飞剑。6年了，你终于有了在这一世立足的底气。只是松了口气，将水晶球递了过来。嗨嗨，韩宇，该测试魂力了。他能清晰地感受到那青色长剑极为不凡。不远处的宁风致也愣住了，心中震惊这武魂的品阶之高，比先前更刺眼的光芒骤然亮起，只是忘乎所以地发出震惊的叫喊。先天满魂力，宁风致更是露出难以置信的眼神，而你内心却平静如水。这一切早在你的预料之中。下一刻，你的左手冒出白色光点，一个圆扁的阵盘浮现而出，与那早已失传的阵法阵盘一模一样。阵盘像是感受到了召唤，牵引着青竹风云剑分化出数道虚影。与此同时，回过神的执事抬手指向你，瞪大双眼，正欲高呼，还没等他发出声音，一个阵法骤然形成，将他笼罩进去。所有青色虚影瞬间化作漫天剑影，目标直指一脸猛的执事。只见数道光影闪过，宁风致的魂技增幅落在执事身上，将你的攻击尽数挡下。宁风致紧紧盯着空中散去的剑影，喉咙不自觉地滚动了一下。这竟是武魂融合技，而且还是一个双生武魂独自释放的武魂融合技，史无前例的天才。韩宇，慢慢尝试控制自己的武魂。宁风致轻声安慰，生怕你这个宝贝疙瘩有任何问题。你点点头，吃力地控制着阵法。双生武魂和先天满魂力竟出自一人之手，只是脱口而出，声音中满是颤抖。宁风致更是极力控制着急促的呼吸。韩宇，你想拜剑斗罗为师吗？闻言，你恭敬行礼。韩宇愿意，谢过宗主。剑斗罗陈心为人正直，实力强劲，对你感悟剑道极为重要，你没有拒绝的理由。等下，荣荣也要，让荣荣先拜见爷爷为师。好好好，当然可以了。宁风致宠溺地笑了起来。宁荣荣凑到你跟前，趾高气扬地点了点你的鼻尖。臭韩宇，以后本小姐就是你师姐了，看你还敢不敢气我？看着气急败坏的荣荣，宁风致会心一笑，对你越看越是顺眼。随后眼神一凝，望向一旁的执事，今日之事不可外传。是，执事深知此事之重，连忙下去封锁消息。随后宁风致将柔和的目光落在你身上，跟我来。你默默跟在宁风致和宁荣荣身后，来到了仅有宁氏一族能进入的核心区域。最终你们抵达一座金碧辉煌的庭院。韩宇，这座庭院你可喜欢？以后你就住在这里吧。听说你喜欢研究阵图，我会吩咐他们去收集。谢宗主恩典。韩宇很喜欢，你躬身行礼。你先在此歇息，明日剑斗罗会带你去获取魂环。一旁的宁荣荣却不干了，我也要去。先天满魂力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的9级一定能获得更高的年限。宁风致听出话中的醋意，心疼地摸了摸女儿的头，而你却陷入了沉思。你其实有个秘密没说，魂环年限在未来根本不算问题，关键是魂环和武魂的契合度。而你的秘密就是第2武魂可以辅助第1武魂，但限制是2个武魂必须同境界。若是效仿其他双生武魂，先给一个武魂附加满魂环，就相当于放弃了相辅相成的功效。问题是要不要告诉宁风致呢？你不敢保证，卡在魂圣多年的他会不会起歪心思？突然你有了一个主意，你抿着嘴唇，面露难色。韩宇，你怎么了？宁风致连忙抓住你的手腕探查。宗主，其实我的双生武魂有缺陷，只有2个武魂同时吸收魂环后才能继续修炼。宁风致闻言先是一惊，随即想起了自己武魂的限制。无妨，我宗受武魂缺陷之苦多年，不照样成为了上3宗吗？宁风致柔声安慰，在你肩头轻轻拍打。宗主，剑斗罗还会收我为徒吗？当然，你是我七宝琉璃宗的一份子，就算你不是双生武魂，剑斗罗一样会收你。韩宇，不要小瞧自己的天赋，谢谢宗主教诲。韩宇铭记于心。宁风致摆了摆手，拉着宁荣荣朝着主殿走去，他要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刚返回宗门的剑斗罗与古斗罗。此时主殿之内，2位高大的身影正立在门前，正是剑斗罗陈心与古斗罗古荣。宁风致快步上前，剑叔古叔你们回来了。风致，荣荣呢？今天觉醒结果怎么样啊？古荣急切地问道。宁风致神色激动地开口，荣荣是先天魂力9级，觉醒了七宝琉璃塔武魂。陈心闻言冷冽的眼神变得柔情，古荣更是开心地鼓起掌来。剑叔古叔，其实还有个好消息。宁风致深吸一口气继续说道，和荣荣关系密切的那个孩子觉醒了先天满魂力，双生武魂，更关键的是他可以独自使用武魂融合技。什么？陈心和古荣惊呼出声，这3个天赋随便拎出来一个都足以震惊大陆，如今竟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。宁风致语气激动，而且是剑武魂为主导的武魂融合技。大殿内鸦雀无声，这简直是上天眷顾的宠。风致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古荣的声音都有些变调。宁风致见火候差不多便开口道，但韩宇的双生武魂有些缺陷。什么缺陷？古荣轻皱眉头，他的2个武魂必须同时吸收魂环后才能继续提升，那他这算哪门子的双生武魂？古荣性子直，将心里的憋屈全丢了出来。就在这时，陈心却自信开口，按你所言，他的2个武魂应当会相互辅佐，做到1+1大于2的功效，相互辅佐。宁风致和古荣投来疑惑的目光。陈心见状解释道，武魂融合技只有2个武魂契合度极高才能做到，恐怕韩宇的武魂就是契合度太高了，双方不可分割，反而受其限制。宁风致和古荣点点头，这番解释倒是说得过去。这么说这是好事。古荣脸上浮出古怪的笑容，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3人马不停蹄地赶往觉醒殿，这里还残留着数道剑痕。陈心蹲下身子，修长的手指触碰一道剑痕，忽的数条细微金色电弧从其中射出，爬上他的指尖。好神奇的金色雷电，其中蕴含着极为霸道的气息。陈心有些难以置信，这些剑痕已经堪比出入剑道凝聚剑意的程度了。与此同时，古荣也敏锐地察觉到空气中残留的阵法气息，调动空气中的魂力，乃是封号斗罗级别强者才能做到的事情。这小子怎么做到的？古荣脸上尽是震
震惊之色，这意味着他极有可能已经有了领域的雏形。宁风致听着两位封号斗罗接连发出感叹，脸上的笑容藏都藏不住。正常双生武魂哪里比得上韩宇这两个武魂？随后他想起答应你的承诺，正欲开口，我要收徒。陈星猛然起身，直直地望着宁风致。好，此事我早已问过韩宇。宁风致会心一笑，一旁的古荣心里却生出个有趣的想法。哎，年纪大了，今天突然也想收个徒弟，很明显你的第二武魂与空间之力有关，与他这一身传承倒是十分契合。宁风致顿时犯了难，开口劝道：“不如问下韩宇的想法。”好，没问题。随后宁风致便带着二人来到你的住处。韩宇，过来见一见两位供奉。韩宇拜见剑斗罗，拜见古斗罗。你恭敬行礼，不卑不亢。你就是韩宇。古荣微眯双眼，有些不怀好意。你应了一声，感觉周围有些莫名的寒冷。你体内魂力运转，一个透明的避寒阵法自脚下出现，将寒意瞬间消散。古荣瞪大眼睛，心中满是惊骇，那可是封号斗罗的威压，竟被你如此轻松的化解。韩宇，还记得先前和你说的拜师一事吗？宁风致笑盈盈地说道。你点点头，期待地望向剑斗罗陈星。小子，我和陈星都想收你为徒，你自己选吧。古荣挑着眉，语气中带着几分玩味。你简单思索后便有了答案。恕韩宇得罪。韩宇资质愚钝，想拜两位前辈为老师。哈哈，好大胆的小子，你怎么会这么想？古荣疑惑地问道，语气中带着欣喜。你诚恳地缓声说道，两位前辈乃是至交，就算韩宇只拜一人为师，难道另一位前辈就不会悉心教导吗？此话一出，在场三人皆是眼前一亮。以古荣的性情和陈星的交情，绝对都会将你当做自己弟子一般对待。你的做法实乃当下最正确的选择。陈星和古荣相视一笑，对着你说道，好，我二人今日便收你为徒。弟子见过两位老师，你认真的行了2遍弟子礼。3天后，你和陈星、古荣以及宁荣荣来到星斗大森林猎取魂环。两位封号斗罗老师释放出精神力，为你搜寻着合适的魂兽。很快，一只魂兽被找到了，那是一只巴掌大小的蝴蝶，双翅呈乳白色，煞是可爱。古荣老师为你介绍起来，韩宇，这是隐灵蝶。你好奇地打量着这只小蝴蝶，这么小，竟是100年魂兽。隐灵蝶生性温和，不喜争斗，是没有任何攻击性的辅助类魂兽。这只隐灵蝶400年出头，刚好在第一魂环极限之下。话音落下，古荣搭着你的肩膀，瞬间便来到隐灵蝶身旁。可怜的小蝴蝶被直接斗罗威压吓晕，一团乳白色落入了你的手掌中。宁荣荣凑上前来，瞪着大眼睛，好奇地伸出手指点了点，好可爱啊，我们真要杀了他吗？说罢，他轻轻揪了下你的袖口。虽然他知道魂师与魂兽水火不容，可亲眼目睹还是有些不忍。然而古荣和陈星却默默退到身后，静静地看着，似乎在考验你。一个强大的魂师必须意志坚定，优柔寡断终将止步不前。只见你用手盖住宁荣荣的眼睛，随即唤出青竹风云剑，干脆利落地刺向了隐灵蝶。你目不转睛地看着尸体，直到黄色光点聚拢形成魂环，整个过程井井有息。一向沉稳的陈星有些站不住了，他可是被父亲称为一心向剑的人，你竟然比他还要果断，这小子真是天生的魂师啊！古荣回过神，语气中满是赞叹。韩宇，按我教你的吸收魂环，我们为你护法。陈星的声音响起，你闻言立刻坐下，闭目凝神。那枚魂环被精准停在你的头顶，瞬间扩大，将你笼罩在内。融合过程出奇的顺利，只是半炷香的时间，你便完成了。一枚黄色100年魂环在你脚底环绕。老师，我11级了。不是2个武魂都吸收才能提升吗？古荣冷不丁的疑惑问道。我也不知道。你眨巴着眼睛回答。算了，你的魂技是什么？古荣并未过多追究，你面露喜色介绍道。我的魂技是增幅类，能作用于阵法，提升100%聚灵速度和持续时间。两位老师听完对视一眼，不明所以。你见状，指尖轻点通玄阵盘武魂，失传已久的聚灵阵重新出世。片刻后，周围的魂力浓度瞬间翻倍。古荣和陈星瞳孔震惊，满脸难以置信。这不就和你太修炼环境类似吗？而且你还可以为其他人布置。韩宇，千万不能在外人面前使用。古荣眼神严肃地叮嘱你。你重重地点了点头。接下来为你另一个武魂寻找魂兽。古荣显然对魂兽有所涉猎。4人在星斗森林外围徘徊，却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。商议后，2人决定往核心区前进。直到进入核心区域，古荣终于找到了一只契合你的魂兽。那是一只雷虎，正趴在巨石上舔伤。它体长3米，通体深紫色，毛发如钢针般竖立，跳动着电弧。古荣指着雷虎说道：“这只雷虎大约600年，是极为稀少的魂兽，擅长短距离极限爆发，属于力量和速度兼备的魂兽，与你的青竹风云剑相当契合。”陈星在听到600年时眉头跳动，但想到你的特殊情况后选择了沉默。你的目光落在雷虎的伤口上，你感受到了熟悉的雷电力量，这说明雷虎刚承受过天雷洗礼，年限绝非表面这么简单。老师，雷虎通过雷击境界后尾巴会不会长出纹路？它好像被雷劈过。你指着地面的焦黑坑洞说道。这个我也不知道。古荣愣住，皱着眉摇摇头。这下他一时没了头绪。如果年限远超600年，那就太危险了。那就换一只啊！见爷爷古爷爷这么厉害，走吧。宁荣荣催促着3人。等等，杀了他不就知道了吗？你歪着头，脸上挂着天真的疑惑。陈星闻言一愣，他望向古荣，发现对方也是同样表情。他们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想法，同时对你的性情有了深刻的认知。你好像真的不把魂兽当人看。韩宇，你今天倒是给我和老骨头上了一课。古荣大笑，拍着你的肩膀。只见他随意抬手，雷虎便如大猫般温顺地趴在地上。岂料下一刻，天空下起倾盆大雨。有趣，这出省倒是机缘丰厚。古荣顿时来了兴趣，松开了控制。天色渐暗，雷光不断落下，雷虎在一道道雷击之下，毛发逐渐变得光亮。随着最后一道电光消失，他身上的伤口焕然一新，粗大的尾巴上纹路只剩一条黑线。他进阶了，成为了千年魂兽。老师，我要他的魂环。你抬起头看向古荣。不行。古荣想都没想，立刻回绝。他的脸色严肃，挡在你身前。韩宇，这可是千年魂兽，第一魂环尝试1000
1000年绝不可能成功。以你的天赋，大可不必追求一时。岂料陈星并未帮他说话，而是认真的看向你。你深吸一口气，轻声解释：两位老师，其实聚灵阵可以辅助抵御魂力冲击，增加吸收魂环的成功率。另外，青竹风云剑的雷电之力会增强我的身体素质，保护经脉。古荣闻声看向陈星，见对方点头，又看向你坚定自信的目光，陷入沉默。最终陈星微微点头，让他试试吧，我会用剑意护住他的心脉。好吧，古荣点头同意。有任何不适马上停止吸收。是老师，你应声道。宁荣荣站在一旁，心中充满担忧。韩宇，你这个笨蛋不许受伤。你来到雷虎身前开始布置阵法，除了聚灵阵，还额外布置了安魂阵和清心阵。你眼神凌厉，青竹风云剑落入手中，这柄剑出现的瞬间，雷虎身上的电弧自动缩回。你将剑尖对准雷虎的眼睛，狠狠捅入。片刻后，一圈极浅的紫色魂环缓缓升起。你在其旁边盘膝坐下。当魂环笼罩的瞬间，暴躁数倍的魂力涌入你的体内，在经脉之中疯狂乱窜。你手忙脚乱，竭力调动辟邪神雷救火，感到头晕目眩，额头直冒虚汗。就在这时，一声钟响贯彻你的脑海，是安魂阵起了作用。陈星和古荣一直守在你身边，刚才你身体摇晃时，他们的心都悬了起来，差点就要出手打断。好在一个奇怪的声音响起后，你便恢复了正常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你已经扛过了最艰难的时刻，接下来只需要等待魂力稳定即可。可就在这时，突生异变，你猛地抬起头，双手死死抓着脑袋，一股难以忍受的剧痛出现。接近稳固的魂环又重新开始了冲击，太疼了，你感觉头马上就要炸开了。你死死地咬住嘴唇，脸色惨白，拼命忍受这股剧痛，身子控制不住的剧烈颤抖。你明明马上就要成功了，要你现在放弃，绝不可能。一旁的古荣眼神尽是担忧，正欲出手，老骨头等等。陈星伸手拦住他，还等什么？韩宇他现在太危险了，你就是性子太急了些。你看那只雷虎的脑袋。古荣顺着陈星所指望去，雷虎的脑袋竟裂开一个口子，深处有个拳头大小的空缺，这是魂骨。古荣语气中满是不可思议，魂骨乃是魂兽死亡时产生的至宝，极其稀少，万中无一。不对啊，吸收魂骨怎么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？古荣又露出一丝担忧，我也是第一次见到，不过应该没有坏处，我能感受到他不想放弃，相信他吧。你猛地睁开双眼，目露金光，几道金色电弧在你眼中快速闪过，你看到几片落叶以缓慢的速度落下，所有物体都好似被放慢了一半。转而你扭头望向一旁的三人，古荣和陈星瞬间与你对视，最后方的宁荣荣则根本没察觉，依旧红着眼眶，满是悔意和担心。你精神一阵恍惚，晕眩感涌上后脑，你这小子还真是福大命大。古荣满是责怪的语气，手上却传来温和魂力帮你调理身体。经过仔细检查后，他才松了口气，下次可不能这般拼命了，你小子就不能稳健一点吗？你用满是无辜的目光回应，如果不是这横插一脚的魂，你早就成功吸收魂环了。不过想到刚才那神奇的眼力后，你心里又平衡了许多。这个显冒的直。陈星走上前，手指轻点你的额头，你顿感一阵轻松，昏沉消退大半。看着你渴望的眼神，陈星笑着说道：建议的运用回去我会教你。你重重地点了点头。古荣来到你身边，好奇问道：对了，你这个武魂的第一魂技是什么？你立刻解释起来。吸收魂环后，我的魂力来到了13级，第一魂技是增幅类技能，我称它为雷闪，效果是力量和速度提升100%，没有时间限制。若附上我的金色雷电，甚至能做到空间跨越，一剑消手。听完你的介绍，古荣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，用一种古怪的眼神打量着你。你的运气实在让他羡慕，第一魂技竟是100%的增幅，这可是号称第一辅助的宁风致都做不到的，很强力的魂技，出奇制胜，一击毙命。陈星老师眼睛明亮，开口称赞道：这种增幅自身的魂技很适合他的剑道。好了，我们找个地方歇息一晚吧。古荣估算了下时间，觉得有些赶，况且你刚经历一场鏖战，也需要休息。不多时，你们便到了一片空地。古荣拿出帐篷，正准备搭建。老师，我来帮你。你笑了笑，将记忆中的几个阵法布置在周围，一个乳白色的魂力护罩瞬间出现，将外界的一切声音隔离。地面的坑洞里也升起一团篝火。古荣情不自禁的点头，很快架好了帐篷，又从魂导器中取出食物，放在火上加热。鲜美的汤汁咕嘟作响，浓郁的香味扑鼻而来。你只喝了一口，便感觉浑身轻松，身上的酸痛都缓解了不少。这时陈星和古荣对视一眼，向你问道：韩宇，你获得了魂骨对吧？对，老师，我获得了外附魂骨。眼睛，你早有预料，平静的回答。什么外附魂骨？古荣闻言目瞪口呆，微张着嘴巴。3天后，半夜时分，完成一天训练的你正在回家的路上，突然遭到一个黑衣人的偷袭。你凭借过人的反应躲开致命一击，随即与他缠斗起来。起初你仗着魂技的优势一度压制对手，心中不由得生出几分轻视。然而当你全力一击轰碎对方的岩石甲盾时，一股巨力却猛然反弹，结结实实的轰在了你自己身上。你喷出一口鲜血，这才明白对方的魂技竟是反弹伤害。就在你身受重伤，被外来的雷电之力肆虐身体时，你却意外发现那块鸡肋的眼睛魂骨竟然在主动吸收这些辟邪神雷。这意味着你可以用自己的魂力无限提升这块魂骨的年限。这意外之喜让你精神大振，眼看剑法不足以取胜，你正准备使出武魂融合技将对手彻底抹杀。可就在这时，古荣的声音突然响起：够了，韩宇！话音落下，古荣和陈星从天而降，那黑衣人也摘下头帽恭敬行礼。原来这竟是老师们对你的一场考验。陈星看着你，眼神严肃地说道：韩宇，你的实力很强，可你的表现实在太差了，在生死关头还敢轻视对手，算你不过关。修剑之人必须永远怀着一颗敬畏之心，因为只有活着的人才配谈未来。弟子知错了。你低下头虚心受教。陈星点了点头，随即宣布：明天开始我会当你的陪练，不许用武魂融合技，直到你悟出剑意为止。第二天，你受伤的消息就传到了宁荣荣的耳朵里，在古荣的怂恿下，他决定亲手为你熬制汤药。然而他根本不懂药理，只是在药房里胡乱抓了一堆草药，便回去一锅乱炖。不久后，他便敲响了你的房门：韩宇，你在家吗？快开门，我有东西要送给你。你打开门，只见宁荣荣双手举着一个药盒，满脸期待。诺，这是本小姐亲自熬制的疗伤圣药哦，你快试试。你打开药盒，看到里面那颗奇形怪状、通体黝黑的身腿，瞪眼完时，只觉得眼前一黑，但看着他期盼的眼神，你心一横。
衡，捏着鼻子一口吞了下去，瞬间一团炽热从腹部炸开，狂暴的能量在你体内横冲直撞，你当即盘膝坐地，全力引导。谁知这颗毒药非但没要你的命，反而化作极其浓郁的魂力，为你伐毛吸髓，脱胎换骨。半个时辰后，你一身清爽的醒来，魂力竟一举提升到了14级。经此一事后，你和宁荣荣开始了长达1年的闭关苦修。1年后，你成功将魂力提升至20级，年仅7岁便成为一名大魂师，被宗主宁风致破格拟定为宗门圣子。随后，你便在2位老师的陪同下，前往星斗森林狩猎你的第2魂环。你的第一目标是一只1800年的虚空镇月墨，在陈心的压制下，你轻易将其斩杀，吸收过程也出奇的轻松。可就在这时，一只魂兽突然从地下钻出，对你发动了偷袭。古荣当即出手，很快他就提着一只被揍成圆球的魂兽返回。经过辨认，你确认这是一只3000年的吞雷蝉，正是你此行的目标。这次的魂环吸收过程如同野马脱缰，狂暴的魂力疯狂冲击你的经脉，但最终你还是凭借强悍的意志力成功了。然而就在你们返回宗门的途中，却发现之前路过的一个村庄竟然起漫天火海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焦糊味。村庄内遍地都是男人和孩子的尸体，却唯独不见一个女人。看着这人间炼狱般的惨状，陈心的声音变得冰冷刺骨。今天老师带你上一堂最重要的课。话音未落，你们就在路口拐角与一个半人半狼的怪物撞了个正脸。然而还不等你出手，一道剑光闪过，那怪物便被老师陈心切成了碎末。古荣咬牙切齿地告诉你，这种人神共愤的魂兽名为狼道，他们专门掳掠人类女性来繁衍后代，事后还会残忍地将其杀害。这番话瞬间点燃了你胸中的无名怒火。紧接着，你和古荣老师在谷场边缘发现另一只狼道，正准备对藏在稻谷中的女人下毒手。第2魂技过载，第1魂技雷闪，你几乎是瞬移般出现在狼道身后，一剑将其轰飞，并立刻将那受惊的女人带回古荣身边。然而你的行动惊动了这群狼道的首领，一只万年级别的存在。古荣老师劝你不要冒险，但你心意已决。老师放心，弟子会小心的。话音落下，你便主动迎向了那只万年狼道，凭借着速度与新领悟的防御魂技，在几次交锋后，不仅毫发无伤，反而一剑刺中了他的肩膀。剧痛与愤怒让狼道陷入癫狂，而你心中的怒火也在这场厮杀中得到了尽情释放。刹那间，一股浓烈的肃杀之气从你身上骤然攀升，你竟在战斗中领悟了杀伐剑意、巨剑术。你长剑前指，无数剑影在空中汇聚成一柄丈长的金色巨剑，带着无可匹敌的气势轰然斩落，伴随着一声凄厉的哀嚎，万年狼道被瞬间劈得4分5裂，连地面都被斩出10数米宽的深坑。魂力耗尽的你，在昏迷前的最后一刻，看到古荣老师的身影出现在眼前，将你稳稳接住。第2天，你在七宝琉璃宗的床上醒来，回想着昨日的战斗，感受着武魂中那股全新的肃杀剑意，你心中感慨万千。这时宁荣荣蹑手蹑脚地推门而入，见你醒来，先是欣喜，随即又嘟起小嘴抱怨道：“你看，受伤了吧？让你不等我一起去。”你闻言只是笑了笑，天赋太好了，没办法。宁荣荣被你气得瞪了你一眼，但还是拿出一个精美的药盒递了过来。望着这熟悉的药盒，你想起了1年前那颗伸腿瞪眼丸的威力。见你犹豫，宁荣荣羞得满脸通红，轻声说道：“哎呀，我这1年有好好学习草药知识，你真烦人。”他沉默片刻后，忽然轻声问道：“韩宇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啊？我才7岁，哎，问这个干嘛？”你挠了挠头回答道。宁荣荣认真的看了你几眼，确认你不是在敷衍后才笑了笑。那好吧，那你准备有喜欢的女孩子之前，要先告诉我哦。紧接着他又抛出一个重磅消息，对了，爸爸说要立你当圣子哦，地位比我这个少宗主还高呢。不久后，你被带到了主殿，宗主宁风致与2位老师都已换上正装，神色肃穆。宁风致露出儒雅的笑容，开门见山的说道：“韩宇，想必荣荣已经和你说过了，宗门想立你为圣子，仅位于我这个宗主之下，整个七宝琉璃宗都将全部听你调令，你觉得如何？”面对这天大的机遇，你神色如常，只淡淡的回答了3个字：“我愿意。”你那远超年龄的沉稳心性，让宁风致都为之震撼。片刻后，你被换上了一身代表圣子身份的苍青暗锦长袍，在宁风致、陈心、古荣3位宗门巨头的陪同下，一起朝着殿外走去。此刻殿外的空地上已站满了宗门所有执事级别以上的成员，他们将共同见证七宝琉璃宗史上最年轻圣子的诞生。转眼2年过去，你和宁荣荣都已长大，看着身前亭亭玉立的少女，你微微一笑。这2年她为了追上你的脚步，修炼的比谁都刻苦，可即便如此，你也还是率先达到了30级。韩宇，你现在多少级了？宁荣荣背着手好奇地问道。你淡然一笑，当然是30级了，老师没告诉你吗？宁荣荣闻言做了个鬼脸，声音里满是幽怨。切，我不信吗？你怎么修炼这么快？2人相视一笑，随即一起踏入了主殿。殿内，宁风致欣慰地看着你们，挥手让你们坐下。韩宇、荣荣，你们这2年来辛苦了。他微笑着开口。不过魂师的修炼并非单纯的魂力堆积，你们可以适当停顿下来。刚好我要前往天斗帝国一趟，你们就随我一起去，顺便见见世面。听到这话，你先是一愣，心中迅速盘算，按照时间线，宁风致这次与天斗帝国接触，恐怕就是七宝琉璃宗战队失衡的开端。那位太子殿下早已被武魂殿之人顶替。想到这，你眉宇间生出一丝愁意。一旁的古荣注意到了你的神情，微笑着说：“韩宇，有什么话直接说。你现在的身份是七宝琉璃宗的圣子。”你立刻躬身回应：“弟子认为宗门势力与帝国之间不宜靠得太近。”然而宁风致只是笑了笑：“没关系，天斗帝国值得信任。”见他并未听进去，你便不再多言。你明白，没有证据的劝说只会惹祸上身。不过在出发前，你还是提出隐藏身份，以宁荣荣随行侍从的身份前往。这个提议很快便得到了同意。半个月后，天斗皇城外，一辆豪华马车缓缓驶来。车内，宁风致看着嬉戏打闹的你们，笑出了声：“韩宇，这几日会见雪夜大帝后，我们就去落日森林给你狩猎魂兽吧。”是宗主。你微笑点头，心中却早已有了盘算。那传说中的冰火两仪眼正是你的目标。话音刚落，马车速度骤然放缓，2道强悍的气息瞬间锁定了马车。什么人？躲躲藏藏。古荣眼神一狠，对着远处用力一握，虚影中一道墨绿色流光激射而出，却被对方随手一拳轰散成毒雾。紧接着，2道身影显现出来，竟是2位拥有最佳魂环配比的封号斗罗。老骨头，你护住风致他们，交给我。陈心
心轻声说道，随即飞到空中，七杀剑武魂落入手中，爆发出令人难以抵挡的剑势。宁风致也立刻唤出七宝琉璃塔，7个魂环连续闪动，为陈星叠加全部增幅。对面的2位封号斗罗见状，眼神露出惧色，立刻联手发动魂技，企图打断陈星的蓄势。就在这时，你对着陈星前方轻轻一点，第2魂技过载。陈星若有所思地回头望了你一眼，对着奔袭而来的2人连续挥出数剑。那2位封号斗罗只觉身形一滞，错过了最佳防御时机，其中1人被剑势击中，身受重创，倒飞出去；另1人满脸震惊，连忙接住同伴，化作流光快速撤离。陈星缓缓落下，宁风致握紧权杖，声音坚定：“一定是武魂殿。”马车继续行驶，很快抵达了天斗皇宫。你走出马车，映入眼帘的是层层叠叠的宏伟殿宇。在侍卫的引领下，你们见到了天斗帝国的统治者雪夜大帝，但你的注意力却始终落在他身侧的青年身上。那人面容无可挑剔，唇角带着浅笑，正是太子雪清河，也就是千仞雪。与此同时，千仞雪也在不动声色地打量着你，眼中升起浓厚的兴趣。他派出去探查的人早已传回消息，他没想到你这个看似普通的少年，竟能干扰封号斗罗之间的对战。你顿时感到一股不祥的预感，抬头正好对上他含笑的目光，心中一紧，也只能微笑回应。离开皇宫后，宁荣荣满脸好奇地盯着你。韩宇，那个太子一直看着你干嘛？好奇怪哦。你嘴角一挑，没办法，我气质出众，你好自恋。宁荣荣翻了个白眼。半个时辰后，落日森林外，陈星认真叮嘱道：“韩宇，这是你们第一次独自进山寻找魂环，一定要小心。”你点了点头，应声道：“老师，我会护好荣荣的。”闻言，宁荣荣目光微动，悄悄向你靠近了几步。很快，你和宁荣荣并肩走入魂师聚集地，打算先加入狩猎小队打探消息。你一眼就发现某个小队的队员面色发紫，明显是沾染了毒物，于是掏出1袋金魂币，笑着上前询问：“你好，请问队伍还缺人吗？我们2人都是辅助系大魂师，我可释放护盾保护队友，也可减速敌人，它能增幅力量与速度。”小队队长闻言眼前一亮，立刻欢迎你们加入。半个时辰后，众人停在一片绿色瘴气前，地上还躺着一头千年魂兽的尸体。队长笑着解释：“这里常年弥漫毒瘴，时常会有魂兽闯入中毒昏厥，我们便可在此等候猎物。”你正要开口，目光却猛然一凝，一股特殊的魂力波动从魂兽尸体上传出，是魂骨。一名叫小武的大魂师激动地跪在地上，将一块右腿骨紧紧抱在怀里。小队队长见状，双眼微眯，脚步悄悄向你和宁荣荣的方向挪动。就在这时，另一名大魂师突然对同伴出手，双眼直勾勾地盯着那块魂骨。宁荣荣惊呼一声，躲在你身后。你转过身，轻轻拍了拍他的头，头也不回地对队长冷声说道：“再上前一步，休怪我出手。”队长被你吓得一顿，随即恼羞成怒，他自身已是魂尊，根本没把30级的你放在眼里，低声喊道：“配合我一起拿下小武，我可以留你们2人性命。”“不必。”你语气从容，目光扫向那片毒瘴。“我再说一次，不要靠近。”你摇了摇头，拉着宁荣荣走到一旁，对那块千年魂骨毫不在意。远处为争夺魂骨的争斗很快分出胜负。那名叫小武的魂师眼见不敌，奋力将魂骨朝你这边丢来。队长眼神一狠，击倒小武，随即将视线落在你身旁的宁荣荣身上，言语轻佻：“小子，把魂骨留下，再把身边这位姑娘交给我，你便可自行离开。”话音未落，宁荣荣周身魂力骤然翻涌，眼底满是冷意。韩宇，教训他。7宝琉璃塔自宁荣荣掌心浮现，2道增幅魂技精准落在你身上。7宝琉璃塔，你们是7宝琉璃宗的人？队长瞪大眼睛，声音满是惊骇，直接双腿一软跪倒在地。“对不起2位大人，是我一时糊涂，还请饶我一命。”然而一道金色雷光一闪而过，队长受创倒地，争斗彻底落幕。可就在这时，一旁的瘴气突然向外扩散，“小心！”你声音急促，一把将宁荣荣护在身下。下一秒，古荣的身影出现，抓着你们的肩膀推到几十米开外，里面有封号斗罗级别的魂师。古荣沉声提醒。陈星带着宁风致从树上落下，宁风致眼神微亮，颇为欣喜。倘若能将此人招入宗门，7宝琉璃宗实力将更上一层楼。陈星点点头，化指为剑，对着瘴气轻轻一点，一条安全通道瞬间显现。你们4人缓步进入，漫天瘴气散去后，内部景象展露眼前，一口红蓝双色水潭居于中央，四周长满流光溢彩的珍稀仙草。谁在里面？出来！陈星魂力扩散，声音传遍整片药园。一位绿袍老者从暗处飞出，正是毒斗罗独孤博。原来是7宝琉璃宗的剑斗罗古斗罗冕下。独孤博拱手行礼，古荣面露不喜，不必多礼，这片药园我7宝琉璃宗有意收下，你自行离开吧。你扫视下方成片仙草，心知一旦开战，这些天材地宝定会尽数损毁。独孤博气得面色涨红，却碍于2位封号斗罗，一时不知如何应对。就在此时，毒瘴自行散开，一个15、16岁的少女笑嘻嘻地走了进来，金色雷光转瞬即至。燕燕！独孤博惊呼一声，刚想上前，便被古荣与陈星联手牵制，而你已经出现在少女身后，青竹风云剑横在她身前1寸之处，将其拦下。你不紧不慢地开口：“毒斗罗，这是你孙女吧？不想她受到波及，就暂且停下争执，我保证她一根毫毛都不会掉。”然而独孤博只是死死地盯着你，并无反应。见此情形，你冷哼一声，放出几道辟邪神雷，神雷在少女周身凝成静止，封制住她的魂力。住手！独孤博脸色铁青，声音里充满了不甘。韩宇，干得好！一旁的古荣眼中闪过一丝快意，等我给他下一些反制手段。说完，他双手在虚空中揉搓，并对陈星示意：“你那剑意给我来一点。”陈星眉头轻皱，显然不喜这种做派，但他还是打出几道剑意后便闭口不言。很快，一团魂力球被古荣搓了出来，里面夹杂着空间波动和凌厉的剑意。随后，古荣笑眯眯地将其融入独孤博的脑袋。这魂力静置极强，一旦触发便会重创其魂力根基，并且只有古荣与陈星联手才能化解。
贵宗的待客之礼还真是别致，还不放了我孙女。独孤博心中满是憋屈，阴阳怪气的说道。他深知对方不会杀自己，只是心中气不过。他本就有加入宗门的心思，可如今这种憋屈的方式，实在让他无法接受。古荣却哈哈一笑，丝毫没有生气。毕竟宗门即将拥有第3位封号斗罗。见状，你松了口气，将辟邪神雷尽数收回。少女的身子随之颤抖，瘫软的倒在你怀里。韩宇，这种事下次不要再做了。陈星轻哼一声，脸色有些难看。是老师。你闻言打了个冷战，不好意思的挠挠头。古荣却笑着拍了拍陈星的肩膀，他随即转身对你说道：韩宇，快来见过独斗罗冕下，以后他就是七宝琉璃宗的供奉了。听到这，你心中不由得敬佩起古荣，明明刚才还喊打喊杀，转眼就换了副脸色。你立刻上前给足了晚辈的礼，见过独斗罗冕下，在下韩宇，七宝琉璃宗圣子。就你还圣子，真是好笑。独孤博气得吹胡子瞪眼，你却不置可否的摇了摇头，只是迫于形势，我并未伤你孙女，只是令她昏睡过去。认清形势的独孤博深深的看了你一眼，他叹了口气，像是认命一般前去查看孙女。这时古荣走到陈星面前，神秘的说道：老古董，生什么闷气？韩宇可是立了大功，保住了这些草药。此时冰火两仪眼，宁风致站出来圆场，独斗罗冕下，以后七宝琉璃宗就是您和您孙女的后盾。独孤博只是拱手回应，随后接连发出叹息。你望着他那幽怨的眼神，心中不由一紧，于是你带着几分歉意说道：独斗罗冕下，刚才是我太过无礼，不如这块魂骨就当做给您孙女的赔礼。独孤博闻言瞪着眼珠子，难以置信的看着你手上的万年魂骨，就因为挟持了一下就送一块万年魂骨，他心中的怨恨虽然缓解不少，却还是对你的人品很鄙视。于是他大大方方的将魂骨接过，轻哼一声扭过头。就在这时，古荣的大笑声从远处传来，哈哈哈，我回来了。黑洞浮现，古荣满脸喜色的从中走出，他手中高举一本陈旧书籍，封面写着夜市秘典4个大字，你们快看，这些都是仙草啊！古荣激动的将书籍摊开在众人面前，这里的仙草服下后有固本培元、洗精伐髓之效，甚至还能增强修炼天赋、提升魂力。什么？陈星闻言震惊不已，世间竟有如此难得的奇物。而一旁的独孤博此刻肠子都悔青了，他竟然空手宝山这么多年，却不知道动手采摘。古荣接着指向一株仙草，声音激动，看，这个仙草叫地龙金瓜，最适合龙类武魂魂师服用。你默默点头，这仙草确实最适合古荣。宁风致看出了古荣的想法，于是开口说道：古叔，那您快将那地龙金瓜服用吧。古荣闻言也不客气，大大方方地点点头，随后他朝着那个令他武魂渴望的仙草走去。就在这时，宁荣荣指着书上一页惊呼：这是什么仙草啊？好美！只见图画下写着相思断肠红，仙草中尤为出众的品类，有滋养躯体、修复伤势之效，但只有对心爱之人情真意志方可摘取。摘取时要用自己的心头血洒于花瓣，若是心中稍有杂念，纵然气血受损，也无法令其离体。心爱之人，宁荣荣低声喃喃，悄悄瞥了你一眼，心跳莫名加速，对这仙草产生了极大兴趣。倘若他能摘下这株仙草，你是不是就会明白他的心意？想到这，宁荣荣眼神愈发坚定，整个人跃跃欲试。此时宁风致也盯着一株仙草，疑惑问道：这株仙草叫什么？味道好香。你闻声望去，嘴角不由一抽，那正是能促使宁荣荣武魂进化的绮罗郁金香仙草。宁风致看着书上的描述，若有所思的喃喃自语：绮罗郁金香，雍容华贵，服用后能吸天地精华。他觉得这仙草和七宝琉璃塔可以起到相辅相成的效果。陈星有些惊喜地问道：风致，那你岂不是有突破的希望？宁风致却苦笑着摇摇头，眼神闪过一丝低落。不，我的年龄太大了，不能浪费，让给蓉蓉吧。说完，他转头看向宁荣荣，却疑惑道：蓉蓉呢？远处，宁荣荣正站在那朵相思断肠红面前，他蹲下身子，深吸一口气，随后用魂力逼动气血，一口心头血落在花瓣上。刹那间，无数关于你的记忆翻涌脑海。小时候，你真把他当作朋友，那是他最快乐的时光。你就像他人生中的一盏明灯，将他从黑暗中牵引出来。久而久之，他对你渐渐产生了好感。可后来你觉醒了双生武魂，实力突飞猛进，你就像一个太阳般耀眼，能给予他温暖，却又离得那么远，让他只能伸手望着你溜走。咔嚓一声，美好的回忆如玻璃般破碎，一滴泪水无力地砸在花瓣上，仙草却纹丝不动。蓉蓉，你怎么了？宁风致上前将她抱在怀里，声音中满是心疼。爸爸，蓉蓉的天赋是不是很差？呜呜。宁荣荣趴在父亲怀里，攥紧小手擦拭着泪水，低声啼哭。这时宁荣荣略微侧头，悄悄看向你，两人目光接触的瞬间，他却犹如受到惊吓，忽地将视线移开，看着此刻犹如小猫一般的宁荣荣，你感到有些心疼。于是你将那株绮罗郁金香仙草小心地刨出，走到宁荣荣面前，将仙草递了过去。荣荣，服下这株仙草，你的天赋一定会有所改善。宁荣荣愣着神回过头，仰望着你温柔自信的眼睛，他情不自禁地伸手接过，将仙草抱在怀里。你微笑着点头，告诉他服用的方法。随后宁荣荣目光坚定，盘膝而坐，开始吸收。宁风致看着你们，眼神微动，轻声说道：韩宇，你们二人。你立刻躬身行礼，表情认真。宗主放心，我自幼无父无母，蓉蓉就像我的妹妹一样，我一定会保护好她的。宁风致闻言显得有些尴尬，只好作罢。时光流转，不知不觉间夜色已深。就在这时，远处忽地爆发出强烈的魂力波动，只见古荣身上闪过一道暗色金光，仰天大笑，哈哈，不愧是仙草，竟让我的武魂进化了。卡在95级数年的他终于突破了瓶颈，他的魂力一举来到了96级。不仅如此，他的武魂也进化为了暗金古龙。他身后那哑白的古龙虚影转为通体暗金色调，鼓起棱角为闪亮的金线，眼中惨白的鬼火多了几抹灵动。古荣嘴角高高弯起，双臂环胸，语气极为张扬：老古董，这下你很难再胜过我。陈星淡淡一笑，好奇地打量着古荣身上的变化。你走上前恭贺道：恭喜老师。古荣满脸喜色，拍了拍你的肩膀：这还要多亏了你啊，某人还觉得你做的不对呢。被点到的陈星也不生气，反而面带微笑摸了摸你的脑袋。韩宇，老师给你道歉，你这次做得很棒。你摇头笑道：老师言重了。这时宁风致胸腔狂跳，满眼渴望地问道：古叔，你的武魂真的进化了？他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发生轻颤，两行清泪从脸颊滑落。古叔的
的武魂能进化，那蓉蓉的武魂岂不是也能？他将全部的希望都放在了宁荣荣身上。古荣拍着宁风致的肩膀，轻声安慰道：“放心，我这老头子都能有这机遇，蓉蓉绝对也不会差。”话音刚落，宁风致忽的目光呆滞，张着嘴巴喃喃自语。这时，众人闻声，齐齐顺着宁风致的目光望去，宁荣荣身前，七宝琉璃塔武魂自行浮现，塔身剧烈震颤，金色的郁金香虚影在他身后绽放。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，塔身最顶层艰难的拔高，第8层和第9层塔身随之挤出，逐渐凝实。七宝琉璃塔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9层塔身。宁风致瞪大眼睛，掰着手指数着宝塔的层数，脸色满是激动。古荣轻撞陈心的肩膀，古怪一笑：“那蓉蓉的武魂岂不是该叫9宝琉璃塔了？”随着武魂进化完毕，宁荣荣的魂力如同开闸放水般疯长。太好了，韩宇，我的魂力到达了30级，和你一样了。宁荣荣眼神中尽是雀跃，笑着朝着你的方向跑来，她直接撞进你的怀里，用力地环抱着你健硕的后背。古荣眼角流露一丝危险，眯着眼紧紧盯着你，脸色极为不爽。而宁风致和陈心对视一眼，则笑而不语。你微笑着说道：“你看看你的武魂啊，我的七宝琉璃塔怎么变成9层了？”宁荣荣闻言惊呼一声，古荣趁机凑了过来解释：“荣荣，你该叫它9宝琉璃塔了，你可以修炼到封号斗罗了。”宁荣荣闻言高兴地绕着你蹦蹦跳跳，她终于有了能紧紧跟随你的底气。陈心这时问道：“对了，韩宇，你有中意的仙草吗？”你抬手分别指向水潭两侧。老师，我准备服用8角玄冰草和烈火杏胶书。陈心眉头一皱，疑惑问道：“至阳至寒之物，你要一起服用吗？”你点点头，解释这2种仙草只要同时服用就会相互抵消，以阴阳调和的方式吸收药力，能大幅提升肉体强度。陈心闻言依旧皱着眉头，用疑惑的目光投向古荣。古荣此时也有点懵，不知这方法是否适用。你微微一笑，语气坚定回道：“老师，弟子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。”陈心只好轻叹一声，点头同意，眼神中满是担忧。你点点头，迈步朝着红蓝两色的水潭走去。刚一接近，你便感受到冰火两仪眼的恐怖，一边如同身处冰窟，冰寒刺骨，一边好似身处蒸炉，热浪滔天。你没有停滞，青竹风云剑飞出，将2株仙草取回。接着你强忍不适，在泉眼边缘的平衡点盘膝坐下，你眼神坚定，将2株仙草同时丢入口中，瞬间吞下。你的身体猛然一抖，随之剧烈颤动，额头瞬间浮起几条青筋。你双眼紧闭，咬紧牙关，你的皮肤开始结出一层白霜，头发眉毛上挂满冰碴，转而又迅速融化，变为雾气散去，浑身上下透红，2种颜色在你体表疯狂交替，疼痛愈发剧烈。韩宇，快停下，你的身体到极限了！陈心大喝一声，急速靠近。韩宇，宁荣荣也焦急地喊道。你深吸一口气，从牙关中挤出几个字：“我没事，别过来。”说完，你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震惊的动作，你一头栽进了这冰火泉眼之中，调整身体，让自己一半在冰泉，一半在火泉。奇迹般的脑袋中的剧痛竟有所缓解，一个微缩般的冰火泉眼在你丹田内运转，体内的冰火能量达成一种动态的平衡，开始淬炼你的身体。你喘着粗气，对飞在头上的2位老师安慰道：“我没事了，药力已被中和，接下来只需慢慢吸收就好。”